离婚吧。理由呢？我们门不当户不对，我现在年薪100万，你呢还是个小会计，月薪8000。小雨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你理解我吗？门当户对，你当年月薪3000的时候，我怎么没嫌你穷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的圈子不一样了，投资人、上市公司高管、行业精英。你呢？你还在那个小公司当会计，每天对着报表，连个像样的社交都没有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没有共同话题了。你能理解我说的吗？我参加一个酒会带你去，你连话都插不上。我养你。小雨，等我，我有钱了，我会加倍还你。我想创业需要多少，30万。爸妈，借我30万。闺女，你疯了！门不当户不对。陈浩，你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，那我问你，7年前我们门当户对吗？7年前你月薪3000的时候，我嫌弃你了吗？你读研没钱的时候，我嫌弃你了吗？你创业借我爸妈30万的时候，我嫌弃你了？以前你穷，我不嫌弃你；现在你有钱了，你嫌弃我。陈浩，你的良心呢？小雨，我知道你付出很多，但人总要往前看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不合适了。哪里不合适？你就是跟不上我了。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帮到我的人，你帮不了我。帮不了你。是。那当年呢？当年你穷得叮当响的时候，是谁帮你的？陈浩，你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知道这7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你读研那3年，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11点才睡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去超市搬货，周末给人家教，我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，舍不得吃一顿好的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每个月准时收到我打的钱。你知道我那3年瘦了20斤吗？你知道我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超市吗？这些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只顾着读书，你只顾着你自己。小雨，还有那30万，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积蓄，他们60多岁了，省吃俭用存了一辈子。你知道我妈把钱给我的时候哭了一整夜吗？现在你年薪100万了，你说要离婚，陈浩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。小雨，我不是忘恩负义，我会补偿你的。离婚的时候，房子给你，车给你，再给你50万。50万？这7年我花在你身上的钱，少说也有50万。你说给我50万，就算两清了。那你要多少？我不要多少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是不是有人了？你忽然说离婚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没有，你别瞎讲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但他不知道，我已经开始留意他的手机了。晚上有空吗？想你了。今晚不行，有点事，改天。原来如此。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们不合适。原来
他说的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们不合适，全都是借口。原来这就是他说的门当户对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有。你那个苏婉是什么人？同事，怎么了？就是同事。对。你跟他经常吃饭？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随便问问。我知道他在心虚，但我不戳破，因为我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。小雨，用你的名字注册吧，就挂个名，以后再改。为什么不能用你的名字啊？我信用有点问题，以前贷过款没还清。好，我同意了。公司注册下来，我是法人代表，占股30%，陈浩占70%。变更法人，签这里。也就是说，我的30%股份从来没有正式转让过。他忘了，或者说他以为我不懂这些。这些东西迟早会用上的。小雨，我跟你说件事。妈，什么事儿？浩子跟我说了，你们要离婚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但你也要理解浩子，他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接触的都是什么人，你跟不上他了。跟不上。小雨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要反思一下自己。这些年你有进步吗？你看人家那个苏总监，又漂亮又能干，名校毕业的，能帮到浩子的事业。你呢？您知道苏婉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浩子公司的高管。您知道他和您儿子什么关系吗？什么关系？同事关系啊。妈，您儿子婚内出轨，您知道吗？你胡说！我儿子不是那种人。他跟那个苏婉微信聊了200多条，还约着一起吃饭看电影，这不是出轨是什么？那也不一定是出轨。妈，您睁开眼睛看看您儿子是什么人吧。他当年穷得叮当响，是我供他读的研，是我爸妈借他30万创业，现在他有钱了，他就要换人了。您觉得这样的儿子，您该骄傲吗？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。当年你们结婚，我们家可是出了彩礼的。多少？10万。10万，妈，我爸妈借给你儿子30万，这笔账您算过吗？那30万那是你们自愿给的，有借条的，白纸黑字，您儿子签的名，按的手印儿。您儿子说要离婚，行，那这30万什么时候还？你别想讹我们。讹？妈，我手里有借条，有转账记录，有所有的证据。您儿子要是好好离婚，我不为难他。但如果他想赖账，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那我只好走法律程序了。你这是威胁？不是威胁，是实话。还有一件事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您儿子的公司有我30%的股份。什么？当年注册公司的时候是用我的名字，我是股东，这个公司有我的份儿。你别想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想要回我应得的，不多也不少。怎么了？你问你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儿子，那个贱人说公司有他的，你当年是不是真是用他名字注册的？妈，你别急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急什么？好戏才刚开始。小雨，我让阿姨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。小雨，周末带你去逛街。小雨，我最近工作忙，之前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看着他，觉得可笑。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吗？他是怕了，怕我分他的公司，分他的钱。小雨，当年公司注册的事儿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股权的事儿当时是临时挂你名下的，你应该知道。知道。那你看，要不我们把这个事儿理一理？理什么？就是股权的事儿。当年是临时的，你又不参与公司运营，这个股份你拿着也没用。要不我给你一笔钱，把股份买回来。多少？50万。50万？陈浩，你公司估值2000万，30%的股份值多少钱？你算过吗？小雨，那是我一手做起来的。你一手做起来的。陈浩，我问你，创业的钱从哪儿来的？那是我爸妈的30万，你那时候1分钱没有，是我爸妈砸锅卖铁借给你的。我会还的。还
4年了，你还过1分钱吗？你看看这个，那是7年来所有的转账记录，47笔，共计18万3千块，每一笔我都标注了日期用途。2017年5月3日，学费3万；2017年6月15日，生活费3千；8月22日，考研资料费2千；20年1月8日，创营启动资金30万。最后这一笔不是我的钱，是我父母的，但前面的18万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陈浩，这47笔转账，每一笔都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你说不算数。小雨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。我承认，我当年确实花了你很多钱，但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夫妻共同财产？对，我们2017年就结婚了，这些钱是婚后花的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法律规定，夫妻共同财产。陈浩，你查过法律吗？夫妻一方用共同财产支持另一方读书创业，离婚时可以主张返还。你不信的话，我们可以上法庭问问法官。还有这30万，这是借款，不是赠与，白纸黑字，你签的名，你按的手印。这笔钱你准备什么时候还？小雨，你这是要逼我？陈浩，你说要离婚，我没拦你，但你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门都没有。我没说让你净身出户，我说给你房子，给你车，给你50万，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我要的是我应得的。我供你读研3年，花了18万，我父母借你30万，你1分没还。你公司30%的股份值600万，这些我都要。你这是敲诈！敲诈？陈浩，这些都是有证据的。你要是觉得我敲诈，咱们上法庭说理去。他不敢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证据在我手里。你变了，小雨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我变了，被你逼的。还有一件事，你跟那个苏婉的事儿我都知道。你想离婚，我不拦你，但如果我发现你婚内出轨的证据……接下来几天，陈浩像变了一个人，他不敢再跟我硬碰硬，每天小心翼翼，好像生怕我突然翻脸。但我知道他在背后搞小动作的。果然，500万被转走了，转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账户。那500万你转哪去了？什么500万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，这个账户是咱们俩的联名账户，只有你有转账权限。500万突然转走，不是你转的。陈浩，你想转移财产？我是转到公司账户了，公司最近资金紧张，需要周转。资金紧张？你公司年营收2000万，会缺这500万？真的是周转？你说是周转，那就是周转。但我告诉你，这笔钱我已经截图保存了。如果上了法庭，我会告诉法官你在离婚前转移财产。小雨，你别把事情做绝。做绝？陈浩，到底是谁先做绝的？你想离婚，我没拦你。你想净身出户，我没同意，然后你就转移财产。我没有转移财产。你没有500万，你什么时候转回来？陈浩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你想好好离婚，我们就坐下来谈；你想玩阴的，我奉陪到底。王律师，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老公可能在转移财产，我要查清楚他把钱哪里去了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陈浩，你想跟我斗？行，那就看看谁输谁赢。王律师动作很快，2天后他就给了我一份报告。林女士，您老公这个月一共转出了3笔钱，第一笔500万转到了他弟弟的账户，第二笔200万转到了他妈妈的账户，第3笔100万转到了一个叫苏婉的账户。这个苏婉是他公司的市场总监，我查了一下，他还是您老公的情人，他们的关系最少维持了1年半。1年半，1年半前是2023年初，那时候陈浩的公司刚拿到 A 轮融资，他志得意满，整个人飘得不行。我那时候还在傻傻的为他高兴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查到了他们的开房记录。多少次？23次。23次。原来我做了1年半的傻子。王律师，这些证据能用吗？能用。婚内出轨，法院会酌情考虑过错方的责任，再加上您有证据证明转移财产，您在财产分割上会占很大优势。好，那就起诉。您确定？确定。我要让他净身出户。那我这边准备起诉材料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您老公公司的股份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什么意思啊？您是公司30%的股东，这是事实。但如果您要分割这部分股权，可能会比较麻烦。您老公可能会主张，当年的股权只是挂名，不是真实的股权转让。他有证据证明是挂名吗？据我所知，没有。当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上，只有您签名接受股权，没有任何代持或挂名的备注。那就好，我有原件。您有原件？对，当年注册公司的所有文件，我都留着。林女士，您可真是有准备啊！不是有准备，是被逼的。好，那我这边加快进度，下周咱们就起诉。好，王律师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您说，如果把他婚内出轨、转移财产的事情曝光吗？法律上有问题吗？只要您说的是事实，有证据支撑，法律上没问题。但什么？但这样做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。您老公可能会狗急跳墙。他已经够狗急跳墙了，我不怕。小雨，今天周五，我特意回来陪你吃饭。小雨，我们谈谈。谈什么？
离婚的事儿。我想了想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说那些话伤害你。真的？真的，小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被他迷惑。你才是我老婆，你才是陪我走过最难时候的人。陈浩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？我是真心的。真心？上个月你还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，这个月你就真心了？我那时候鬼迷心窍。小雨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小雨，我们还有孩子，你不能让孩子没有完整的家。你想想宝宝，他需要爸爸。你先起来。小雨，你原谅我了。我没说原谅你。是，最后一次，我一定改。别碰我，我需要时间，很多时间。我看着他那张曾经熟悉的脸。小雨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加倍对你好。小雨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可现在呢？有钱了，他说门不当户不对，有了新欢，他说我配不上他，被我抓住真心回复。陈浩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小雨，你知道我这几天在干什么吗？什么？查你跟苏婉的事儿，查你转移财产的事儿，查你这些年骗了我多少钱。你查我？陈浩，你看看，第一页是他和苏婉的开房记录，23次，时间、地点、房号清清楚楚，500万给他弟弟，200万给他妈妈，100万给苏婉。第三页是他和苏婉的聊天记录截图，那些暧昧的话，那些承诺，一字不漏。你怎么查到的？怎么查到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证据都是真的。你还想骗我吗？你说跟苏婉断了，上周你还转了100万给他，这叫断了？那是借给他的。借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说的什么？婉婉，这100万是我给你的，不用还。以后咱们公开了，这些钱都是小钱。陈浩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告诉你吧，下周我起诉离婚，婚内出轨转移财产证据确凿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就乖乖配合，不然这些证据我不介意让更多人看看。小雪，你想怎样？我不想怎样，我只要我应得的。你要多少？我供你读研的18万，还我；我父母借你的30万，还我；公司30%的股份按市值给我现金，这套房子归我。你疯了！你这是要把我逼死！逼死？陈浩，你没这么脆弱。你不是年薪100万吗？不是门当户对吗？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？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我变了，被你逼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那100万你让苏婉还回来，要不然我会让他知道他的浩哥是什么样的人。小雨，你别走，我们谈谈。起诉的事很快就有了结果，审判院受理了我的诉讼请求。他请了律师，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人。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我当事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。首先，关于所谓的供读书费用，那是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正常开支，不存在返还问题。其次，关于30万借款，我方认为那是原告父母对女婿的赠与，不是借款。有借条，被告亲笔签名，按了手印，白纸黑字，怎么能说是赠与？那也是被胁迫签的。胁迫？被告有证据证明是被胁迫的吗？审判长，我方提交证据，这是原告7年来的银行转账记录，47笔，共计18万3千元，全部用于支持被放读研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这是借条原件，证明30万是借款，不是赠与。被告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审判长，我承认这些钱是真的，但那是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不能单独算我一个人欠他的。被告，你的意思是原告用他的工资供你读书，现在你成功了，他就什么都不该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审判长，我有话说。请讲。他说夫妻共同财产。好，那我问他，
这7年我往他身上花了48万，他往我身上花了多少？陈浩，你说。你往我身上花了多少钱？我生日你送过我什么？结婚纪念日你给过我什么？你说完了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生日我每年都记得，蛋糕是我买的，礼物是我挑的。你升职那年的手表花了我2个月工资，但你呢？我生日你在哪儿都在和投资人吃饭。结婚纪念日我提前1周订餐厅，你当天告诉我忘了。连续5年，你什么都没给过我，甚至在我生孩子的时候你都不在医院，我疼了18个小时，18个小时你在哪儿？在跟你的投资人吃饭。我供你读研3年，每天打2份工，累得晕倒过。你回报我什么？一句门不当户不对。我父母把一辈子的积蓄借给你，60多岁的人了，省吃俭用了一辈子，你怎么报答他们？一句那是赠与。陈浩，你的良心呢？审判长，我还有证据要提交，这是被告婚内出轨的证据。他和公司员工苏婉的关系持续了1年半，开房23次，转进100万。这跟财产分割无关。当然有关。婚姻规定，有过错方在财产分割时，另一方可以适当多分。被告婚内出轨，还转移财产800万，这些行为审判院都应该考虑。被告，你对这些指控有什么要说的？小雨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你说。这些年你确实为我付出了很多，我知道，我都记得。但你要明白，我现在不一样了。我的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，那些客户是我一个个谈下来，那些员工是我一个个招进来的。没有你，什么？我照样能成功。你就是个跳板，小雨，没有你，我只是起步慢一点，但我照样能成功。你以为你对我有多重要吗？跳板？他说我是跳板。7年的付出，7年的牺牲，7年的真心，在他眼里就是一块跳板。好，陈浩，你说我是跳板，行。审判长，我还有一份证据要提交，请。这是被告公司的注册资料，4年前注册时，原告是公司代表，持股30%，后来变更，但股权从未不可能挂名，那是挂名的。有证据吗？有任何书面文件证明是挂名吗？没有，那就是真实的股权。这家公司原告有30%的股份，按照公司估值2000万计算，这部分股权价值600万。审判长，我请求休庭，我需要跟我的当事人沟通。审判长，我的诉讼请求很简单，800万转移的财产还我，公司30%的股份按市值折现，这套房子归我。他要是不同意，他出轨的事儿，转移财产的事儿。他在法庭上说我是跳板的事儿，我会让更多人知道我是跳板。行，那这个跳板今天要收回所有的本钱。小雨，我们再谈谈。谈什么？庭上的事儿，我说的是气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说我是跳板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被你逼急了。被我逼急了。陈浩，是谁先要离婚的？是谁先说门不当户不对的？是谁先出轨的？是谁先转移财产的？你有脸说我逼你？陈浩，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的诉讼请求，你接受还是不接受？我需要时间。你没有时间，下周庭审就会判决。你要是聪明的话，就在判决前跟我和解，不然怎样？这是你们行业的群，有3000多人，你们公司的投资人、合作伙伴、潜在客户很多都在里面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，但如果你逼我，我就把你出轨、转移财产，在法庭上说老婆是跳板的事儿发到群里。你疯了！你这是要毁了我！毁了你，陈浩，是你先毁了我们这个家。小雨，我求你，你求我？我求你别这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改。这个曾经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，这个曾经让我付出一切的男人，此刻跪在我面前，像一条丧家之犬。改。陈浩，你没有机会了。小雨，你说我是跳板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是跳板，但不是你想的那种。我帮你跳到了成功，帮你跳到了年薪100万，帮你跳到了人生巅峰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跳板也是有价格的。你用了我7年，
花了我48万，还背叛了我，现在该付账。小雨，你真的要这样？不是我要这样，是你逼我这样。如果你当初知道感恩，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，但你没有，你只想着你自己，只想着你的前途，只想着你的新欢。你以为我是软柿子，可以随便捏？陈浩，你看错人了。3天时间，3天之内，你要是不签和解协议，后果你自己承担。小雨，你赢了。我没赢，我只是拿回了我应得的。等等，那个股权的事儿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？陈浩，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？当年注册公司的时候，我就留了心。股权转让协议、公示征程、股东决议，全部你那时候就……我只是觉得，万一以后有什么事儿有个凭证，我没想到真的有这一天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说跟苏婉断了，但他已经联系过我了。什么？他说他也是受害者。你告诉他你单身，骗他骗了1年多，他知道真相以后，气得够呛。陈浩，你净身出户，不是因为我心狠，是因为你活该。小雨，不用说了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之前说没有我，你照样能成功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没有我的钱，没有我父母的钱，没有我帮你注册的公司，你从头再来一次，看看你还能不能成功。财产分割和解协议。陈浩过错方净身出户，抚养权归林雨人。陈浩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那好，判决生效。小雨，事情都结束了，你能不能别把那些事说出去？就是出轨、转移财产，还有我说的那些话，你已经拿到你想要的了，那些事儿就别说出去了，行吗？陈浩，你现在知道求人了？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小雨，放心，我不会主动说出去。但是如果有人问我，我会实话实说。我不会撒谎。你做过什么？你说过什么？我会如实告诉别人。这不叫造谣，这叫实话。小雨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。不是我不肯放过你，是你自己做的事。陈浩，你现在净身出户了，你的公司还在，好好经营你的事业吧，别再骗别的女人了。那样的话，你会更惨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小雨，判了吗？判了。怎么判的？他净身出户。小雨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过自己的日子。乐乐呢？跟我。那就好。小雨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当初不该借钱给他。妈，不怪你，是他不是人。你现在有钱用吗？要不要妈给你打点儿？不用。妈，你的钱我已经帮你要回来了，38万，一分不少。真的？真的，明天就打到你账上。小雨，妈没白养你。你比妈有出息，妈当年要是像你这么硬气，就会……妈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前面的路还很长，但我不怕。
写完了。让妈妈看看。乐乐真棒，奖励你一个冰淇淋。耶！妈妈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走，妈妈带你去买冰激凌。可是我已经拿了一个。那我们去公园吃。那是过去的事了，我的未来已经开始了。妈妈，你为什么笑？因为妈妈很开心啊。为什么开心？因为妈妈有你啊。我也开心。因为我有妈妈。阳光照在我们身上，很暖。